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3年的4月28号，来到了小谢老师的第29次的主题分享啊。这周大家过得怎么样？是不是有起有伏？然后现在社区有很多声音哈，今天我也会到这边来讲一讲我的感受。当然我不会说以一个普通矿工的角度去讲，我会以一个生态建设者，同时在投行这个圈子里面有一些经验吧，不能说是一个成功人士，只能说在投资这个行业有一点点经验，然后去分享一下，如果你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你人生当中投资的一个项目，你如何去理解它现在这个阶段。当然了，我们的主题分享的主题呢，会讲一讲拼多多。之前我一直就想讲，就是拼多多的出海，拼多多这次整个在北美市场是相当成功的，它现在最火热的商业模式是不是就已经是最先进的呢？那我们派之深的去中心化的这么一个数字货币的商城，是不是有跟它不一样的地方？当然这个是今天的主题了。还是跟之前一样，会分为几个部分，就是时事新闻的一个快报解读，然后就是项目方的一些现在的动态，然后派之深的动态，最后会来到主题分享。也是希望今天的内容可以在半个小时之内讲完，这样的话呢，大家就不会觉得太累太冗长，对吧？好了，那我们进行到第一个部分，就是新闻的快报哈。听小谢老师的主题分享就像是连续剧一样，可能大家很会期待每一期的内容。确实是，就像我说的，就是美国的硅谷银行这次的整个连锁反应并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就是来到了美国的第一银行，第一共和银行哈，它的股价哈，从该银行的市值哈已经跌破到10亿美元，到今年为止哈，它的股票已经下跌了95%，来到了4.76美金。可能之前是差不多是100美金左右的一只股票，现在只剩4.76美金了。这件事情呢，确实是就是美国整个这次硅谷银行的银行风暴，激起的这么一个事件，它在继续发酵当中。然后他说的最重要呢，就是说他的业绩显示哈，他3月份的存款流失哈，比预期的还要严重。第一共和银行上个月遭客户提取了超过1000亿美元，损失了大概40%的存款。也就是说，就任何一个厉害的银行都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挤兑的情况。如果你40%的存款都已经被你的用户取出来了过后，这就证明你的用户对你不信任，觉得你这家银行会出问题，对吧？然后呢，现在呢，整个美国哈现在的这个市场比较低迷，然后而且哈商业地产呢是更陷入了一个大家的质疑声中。所以整件事情还在继续的发展当中，我们之后呢也会看看哈，整个硅谷银行这么一个导火索，将来会把美国整个市场哈，债券市场还有它地产市场引到一个什么方向？当然了，这个美国顶级的银行家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他就说了，他说现在的情况跟2008年非常非常不一样。他说全球有数百家的机构杠杆过高，就是说现在不是说只有美国银行相对来说杠杆过高，是全球而且它站的角度不是指那些小银行，可能是中大型银行。所以现在就是整件事情还在继续的浑浊当中，还看不清楚将来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个连续剧要用什么来看呢？用心来看，同时呢也要去等待时间，它真正的一个结果才能水落石出。当然了，人民币国际化这么一个话题其实展开讲真的是随便就讲1个小时半个小时了，我们现在就浓缩一下，就讲几个点说到国际化的一个进程呢，现在这周一定要提出来的就是阿根廷本月呢，它是改以人民币来支付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这已经是这个月来的第2个国家，第一个国家是巴西。巴西你知道之前是跟美国关系很好的，对吧？现在整个就是一个反水，整个就是说我就是需要跟人民币之间跟中国之间进行一个人民币的支付，完全是要摆脱美元的控制。
这是巴西，然后就是阿根廷，然后就来一组数据哈。它是中国的外汇管理局指出哈，他说人民币3月份的跨境交易当中哈，占比提升到了48.4%，已经创下新高了。因为美元的占比是46.7%，当然这是对于中国来讲哈，也就是现在从我们国家来讲，我们跟其他国家进行交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用我们人民币进行支付，已经超过美元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当然了，很多人也在说那将来怎么办呢？是不是会以前是交易的时候换来很多美金，现在就换到了很多其他国家的这个货币，其他国家的货币会不会相对于来说像美元这么坚挺呢？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得很好，但是你得分2个部分去讲，就是每一个国家吧，你要想好好的发展，你国家的货币是第一位的，它是第一位的一个信用值。如果你的货币都无法去保证你货币的信用的话，那就是在以国家的信用作为赌注的，所以不能说是小国家的货币它就没有美金那么好用，不是的。真正货币背后代表的是这个国家的强盛和这个国家的信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希望自己的货币像津巴布韦一样。那这件事情一旦发生，它的信用度垮塌了过后，是10年、几十年都无法去弥补的。所以大家先不用担这个心。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然人民币的国际化也不能说光站在我们中国这个角度，站在世界这个角度来说，它还是很长的路要走的。你看，这是 SWIFT， 就是全球的这个结算机构它的数据，他说美元的全球支付是占比是41.07%居首。然后接下来有日元、有欧元、有英镑，然后排到第5的才是中国的人民币，它的占比是2.2%，所以2.2%来去跟41.07%比较起来过后，它还是一个小 baby。当然我们不能说它是小 baby 我们就去否定它的一个发展，就是它现在的发展已经非常非常快了。你想想，日元、英镑、欧元是花了多少年时间才走到今天的？我们人民币的国际化其实真正开始的时间并不长，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为我们人民币的国际化，对吧，而鼓掌。再来呢，这个部分呢，我就要说一下这个项目方的动态这周这几天特别明显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在进行一个迁移。很多人就问我，他说KYC 都没有进行，很多中国大陆地区都没有收到 KYC， 映射也停止了。那聊天室这个迁移这个动作为什么要现在做呢？是不是感觉项目方东一枪西一枪的，没有一个核心的规划呢？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这个聊天室的迁移对于开放式主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相当于说他把聊天室从挖矿的软件当中独立出来了。其实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一旦开放式主网，大家知道你现在还以免费的方式挖到全世界都可以使用的一个数字货币，这个时候会有上亿计的10亿计的用户冲到我们的这个挖矿软件当中来。如果这么多用户冲进来，同时在你们聊天的时候，这会造成服务器的崩塌。这任何一个，我觉得就是任何一个再厉害的一个云服务商都无法承载的。所以他把这个挖矿软件和聊天这个软件进行一个剥离是非常明智的，就是大家以后去就是挖矿，就是这么简单，对不对？然后呢，做你主网相关的一些关联、一些动作，然后聊天这个部分呢，放到我们的这个 Pi Browser， 放到我们的这个浏览器里面。把它进行一个分离。因为我自己做排之神就知道，就是其实聊天是要占用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数据的，占用很多很多的计算能量的。因为聊天的时候是大家都在线的，而点闪电的时候并不一定，对吧？付款的时候并不一定，它是错开的。而聊天的时候，有些时候会大量的人，是吧？几十万人、几百万人都在聊天室里头。那么对我们挖矿软件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冲击。所以我觉得整个项目方也是在为开放式主网做准备。我觉得每次我在做视频
的时候都在讲，每一个项目方现在的动作都是在为主网做准备。我希望细心的矿工细心的用户应该能够感受得到，起码能够悟到这一点。另外一个呢，我特别想提出来讲一下，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次第2次黑客松的有一个获奖生态，它叫 Pilot， 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物流生态。他自己在推特上讲，他们已经拿到了风投的 offer 了。我认为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之前讲的，我们现在派公链上几乎所有的生态都涵盖了，不管它成熟还是不成熟，对吧？但是唯独缺的就是一个物流。如果有一个物流生态出来的话，那么会解决很多很多问题，对吧？我们甚至可以进行一些大宗的交易，把非洲的一些农作物，对吧？然后巴西的这些农作物卖到其他国家去，甚至是更大一点点的，什么大豆是不是蔗糖这些的。但是就是因为物流这一块缺了，你看现在是很多商城都是本国家跟本国家的进行贸易，对吧？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因为各个国家的对派的这个共识的认知是不一样，有些地方高一些，有些地方低一些，这个就不能产生一个 flow。 我们说 flow 就是一个，就是像水从高往下流一样，就是一个循环。当全球循环过后才会真正的形成一个真正的共识。当然我也今天会引入一个概念叫洗牌待会儿我会讲，大家一定在做投资的时候在做这种金融运作的时候一定要明白洗牌这个概念。所以现在Pilot 这么一个新的项目或者是不成熟的项目，它接到了风险投资，我在想也有可能是项目方在推波助澜，在项目方在背后使力。我是非常非常愿意看到项目方的动态了。然后呢确实是我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现在的大家的一个情绪，就说包括我的在推特下面长时间看我视频的一些比较忠实的粉丝也就说了，小谢老师你要正视项目方现在这么一个状况，对吧？甚至是项目方的官推下面都有比较多的质疑，不能做鸵鸟，不能好像装作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社区的声音还是应该被听到。我也昨天也就是在想，为什么我那么想呢？其实昨天夜里我也在思考，就是为什么我看到的一个状况跟大家所看到的好像不一样呢？我觉得这一点呢，我还是要引入就是投资这个行业我们的整个一个心路历程，然后引入一个洗牌的这么一个概念。如果大家把这么一个思路听完或者消化的话，你大概就知道为什么我跟大家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了。首先如果你想做风险投资开始，从第一轮开始的话，你常常到一个项目就是一家公司上市，常常是8到10年的时间，你很少那些看到好像2、3年、3、4年就上市了，而且它能够有很好的一个业绩。像这样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少的，爆款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少的，而且它如果爆款的话，它后续会遇到很多困难。就像我说的，一个冰川差不多真正能浮出水面的就只有那20%几，剩下75%都是在水下面的，所以你的根基不牢，将来上市过后也会遇到很多困难。我自己的搭档也算是我的老师，他自己从进入这个投行这个行业当中到现在，就是经历了几十家公司的上市，中国我说在中国。然后呢，他的感受就是说当你跟钱打交道的时候，真的我们谈的不仅仅是你的对事物的认知，对未来的一个把握，还有其实最难的就是时间。我们常常说从第一轮开始到一家公司真正上市的时候可能就是已经第10轮了。之前他有一家公司上市但这个项目我没有参与是中控，可以跟大家去看一看，是一家跟太阳能有关的。
从整个项目的这个创始人走到我搭档的办公室那一分钟，对吧？一直到现在10年的时间了，上市了，确实上市了。可是还有大小非呀，对吧？他作为这个很重要的持股人，他现在还没法去抛售自己的股票，他还要等到3年过后。但他现在可以进行一个抵押和质押，但是也就是说还没有真正看到钱，也就是说已经玩到了风险投资的顶端顶级的这些可以把一家公司从零到上市这么一个人物，他从最开始投资到最后看到钱，那是看到大钱哈，那是上百倍啊，几百倍的一个翻，他们要花13年时间。你想想，这是玩钱的人。所以这个世界运作的方式就是这样的，真正简单的就是你去麦当劳打工，对吧？西方的一些小的工厂公司打工，它可以给你按周结算。你看以前中国那些，它可以劳工，就是那个搬砂石的、搬砖的那些，它可以按日结算。但是像这样的工作，它能够给你带来财富自由吗？不能。但是如果你看好一个项目，跟到13年，你才能够看到这种100倍、1000倍的利润。那这13年是怎么过的呢？对吧？那很多人都觉得很难理解啊，这些人这13年怎么过呢？就一直相信这个项目吗？是的，就是得相信这个项目。而且这中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洗牌。他每次融资的时候我这么跟你讲吧，每次融资的时候就代表他遇到困难，他需要去解决，而解决问题的根本就是他需要去用钱去解决问题，或者是需要雇佣更多的人，想更多的办法，或者是厂房搬迁，或者是要进行一个技术的迭代。所以你看到这个项目已经融资融了10次了，或者融了10几次、7次、8次了，每一次融资的时候就会有人出局，这个就叫洗牌。所以现在就非常非常像我们现在派这条公链这个项目，早期的矿工大部分都洗牌洗走了，对不对？一些不挖了，连账号在哪里都找不到了。他们就是早期为这个项目做了贡献，但是可能到这个项目成功的时候，跟他们1毛钱关系都没有。就像比特币最早挖矿的那些人一样，他也是通过不同的洗牌，不停的洗牌，然后最后真正站在比特币最高位的时候，那些享受成就、享受光环、享受成功的人寥寥无几。所以我现在就是为什么说现在在洗牌的阶段呢？我跟你讲，我自己是跟项目方常常都是有联系的，这一点我觉得现在可以大方的讲出来，因为我之前不愿意讲，是因为我觉得还没有成绩。现在确实是派之声也获奖了，我们确实是我们在做很多的测试，对吧？也跟项目方会有必要的一些书信来往。我能够看到的是，项目方随时随地都在推进这个项目，只是他推进这个项目的速度并没有符合你的期待，但他有没有在做呢？他在做。同时你会发现老矿工不断的离开，新矿工不断的出现很多第一次参加黑客松比赛的那些生态消失了，那现在又有新的生态出来了，还有新的生态拿到了风险投资。大家看到没有？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洗牌。所以我希望能够常常坚持听小谢老师视频的这些听众这些小伙伴们我希望你们不要被洗牌洗出去，因为大家已经努力到现在了，如果你被洗牌洗出去，你就是在为别人做嫁衣裳，好吗？不能说是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挖矿的低速期，现在还是可以做很多的贡献，很多人依然在做生态。你现在我们派之声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队伍，就是泛香团队，他们的这个团队里头都是几乎都是50岁以上的，用大家的话来说就是可能是大家理解当中是要在那边跳广场舞的，可是他们不是的，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实体、自己的生态，
然后呢，他有自己的货品，而且把自己的生态的货品都上好，我就等着派之声的去中心化的商城开业了。以后大家能够吃到这种国家机关单位的这个饭香的稻米，以后大家能够吃到，也要感谢这么一个对派之声有非常非常高的认知，同时对派这条公链有非常非常高认知的这么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个团队。有些时候我们就说吧，年轻的时候年轻气盛，做决定的时候多少都有些意气用事，但是当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他们的知识智慧积累的时候，他们做一件事情就会变得更加用心和更加沉淀下来。所以我希望那些浮躁的那些负面情绪很多的矿工们能够认真听一下小薛老师的这么一段话，一段肺腑的话，就是我真的希望大家不要被洗牌洗出去了，不要被洗出局了，能够真正的从一个风险投资，从第一轮一直扛到整个项目上市。其实我们的开放式主网不就是跟上市公司上市是一个概念吗？所以你想想，我的老师，我的风险投资的老师，他作为这个行业里面的大牛，他要做一个项目，从投钱到最后正儿八经的拿到他的收入，要花13年时间。我们现在4年不算什么，而且项目方我们的这个大管理也讲说，他觉得他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就是要5到7年才能实现真正的价值，就是派币真正的价值。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封闭式主网，现在市面上的价值，我觉得都可以不提它，不用去管它，对吧？这还不是一份成熟的成绩单。所以我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可能就理解小谢老师想讲的，就是为什么我在看待现在这个阶段，跟你们所看到现在这个阶段，它的一个视角的不一样。也希望我的这个视角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好的，来到了我自己非常非常激动的我们派之声的动态哈。首先，我们的这个去中心化商城哈，到今天已经完成了第6轮测试了。我们的这个测试突击队哈，每天要被要求的要进行几千笔转账或者是购物行动，就是有些是买家，有些是卖家，然后不停的测试系统有哪些问题。毕竟它是一个全新的系统，对吧？它不是哪里去购买的，也不是哪里可以 copy 的，它是完全是原创的，所以它肯定还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到今天为止已经是第6轮测试了。他们在不停的寻找 bug， 修改 bug， 完善整个系统。当然我们的这个测试突击队和我们的技术团队也是很辛苦的，希望在我们全网公测的时候能够给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一个感受哈。当然我们个人认为哈，5月初的时候全网公测就可以开始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有生态的这些声友这些用户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你自己的生态好好打造好。我常常看到一些生态连那个中间那个简介都还没有改，这个是不行的。而且大家要有一个紧迫感，就是说你的生态打造好了过后，你是要去项目方申请生态钱包的。而且我相信最开始生态钱包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申请到的，所以你自己把你的生态好好的打造好。这个时候如果你是前面几十个或者前面几百个拿到生态钱包的，你知道你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以后那些上货的人就是要来找你了，对吧？你就变成一个平台了，你自己要有这么一个这个金融上面的一个敏锐度。你现在如果能够提早的申请到生态钱包，你就是第一波吃螃蟹的人。这个知名度是将来任何努力都无法获得的。所以我希望全网公测的时候，大家好好的去丰富自己的生态，把你想要将来做的一番事业在你的生态上面表现出来。派之声作为一个总商城，我也会想办法就带领这些已经孵化的很好的生态去向项目方申请这个生态钱包。希望我们派之声的努力哈，可以为整个易货整个生态的繁荣做出更大的一个贡献。当然不是说就派之声努力就可以做到，这是需要所有的生态建设者一同去打造，好吗？好了，我就来到了第2个主题，没有想到又讲了那么长时间哈，我就
简单3-2句话，因为我就特别想讲一下这个拼多多的出海。它现在在北美哈，我不晓得欧洲是什么情况，反正在美国和加拿大反响是相当好的。也就是说，它现在代表了一个最前卫的一个商业模式，它已经超过了阿里巴巴，超过了这个淘宝，也超过了亚马逊。它现在的概念哈，第一个它是以低价，就是在亚马逊这边其实也是卖的是中国义乌生产的商品。我就说吧，比如说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小的晾衣架，可能它在这边亚马逊上就是卖9块9毛9美金哦，可是拼多多来了，它直接告诉你说9毛9，一样的品质，因为拼多多出海的产品也是它经过精挑细选的，对吧？而且它更厉害的是，只要是你美国的用户，你来我就给你100块钱的代金券。当然这个代金券是有一个要求的哈，就比如说你要花掉50块，你才可以拿25块。但是据说刚刚开业那2周，就完全就是给你100美金，你就可以在零免费的情况下进行消费。哇塞，这个低价肯定是很大的冲击。比如说像我，当然我很少在国内买拼多多的商品，但是在海外的拼多多，它有些商品确实是我买了过后发现，跟这边的亚马逊的品质是差不多的，因为亚马逊那些东西也是来自于中国，对吧？我也买1-2样，当然，诚实来讲，它的品质，对吧？确实价格这么低，是相对来说是稍微次一点点的，但是它的商业模式确实是非常成功的。再来呢，它更厉害的一点是什么呢？它是以量大来压低商家的成本，对吧？所以商家是被它吃得死死的。然后呢，它核心来说呢，它还是控制了生产商。它壮大的是谁？肯定它是优惠的用户，但是它壮大的是平台，对吧？所以我们把拼多多这个模式你一理清楚了过后，发现真正被压榨的部分就是商家了，或者是生产厂家。那我们回头看一下我们派智深的这么商业模式呢，它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它是4赢的 ，win win win win， 就是制造业赢，商家赢，平台赢，客户也是要赢的。它是通过一个平台的方式，把商家和卖家直接建立起联系，以信用值的方式，对吧？对大家进行一个非常理智的，而且是公开化的一个约束。这个约束吧，是在阳光下面的约束，不是平台来约束，或者是价钱惩罚来约束，是所有人来约束。一旦去中心化过后，你做了恶过后，所有人都看到了，对吧？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是一个小孩子在外面表现得更好，在家里面就会胡闹？因为在外面所有人都看到的时候，他知道舆论也是一个价值，舆论是最好的一个审判。所以大家就是公众场合会表现出一个更好的自我。所以这就是派智深这么一个平台的一个运作一个根本。再来就是它是要协调共赢的。有些时候别人说那你派智深你赚到的是什么？我赚到的是这个品牌的美誉度，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平台，然后去使用这个平台，这个平台本身它的一个商标的价值就是不可取代的。所以它是4赢，制造业赢，商家赢，然后我们的买家赢，平台也赢。它就比拼多多现在这个模式还要好。现在你说商家他有话语权吗？在拼多多这个模式下面没有。商家说我听你的，平台说需要这个我就申请这个，平台说这个东西多少钱他就多少钱，就是定价权也是还在拼多多的手里，在平台手里。但是我希望我们派智深的商城定价权在哪里？定价权我希望能够回到制造业这里，但制造业和制造业之间会有相互的一个支撑，或者相互的一个比拼。这个时候价格就是在市场当中产生出来的，而不是被任何一个平台所控制。你看拼多多它就是这么做的。当一个东西最开始它要进入市场的时候，它可以卖9毛9，可是当它把所有的其他的零售商都打下去的时候，甚至把沃尔玛
对吧？甚至把亚马逊都打下去的时候，它这个时候可以把一个简单的衣架可能提到13.9毛9，因为其他地方买不到了。这个就是现行的一个竞争，我吃掉你，你就没有了，然后我就一家独大。当一家独大的时候，他爸拥有的就是这个无比的尊贵的定价权。但是派日升整个去中心化或者是 Web 3.0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把定价权还给制造商，而制造商定价权也是跟用户跟你的竞争对手这三方博弈出来的一个更合理的价格。当然了，还有点说的还是要讲拼多多的好处，就是他自己说他的所有的数据也是通过区块链的方式来进行计算的，就是说比如说你下单了，它就会生成一个就是区块链的订单出来，这也是不可篡改的。所以怎么说呢，就是说当我们去看现行的最优的商业模式，对现行最优的商业模式进行解读的时候，才能从这上面找到它的问题，然后呢想办法在 Web 3.0 去改正这些问题。好的，今天我就大概就讲这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如何以我们的这个投行以风险投资的这么一个思路来看待牌这个项目，对吧？避免自己被洗牌出局。另外一个就是是不是能找到比拼多多更好的一个全球商业的模式，看看派之深的去中心化商城是不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发明创造，或者是一个更好的出路。当然我也希望听听各位听众的观点，看看你们对这两个话题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意见，我们一起分享。